我要学会站在男人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知己知彼。又长大了。你知道美国可能马上发生一个特别奇葩的事儿，你知道吗？听说好像要有2个州啊，2个加州啊，2个加州是吧？来，谢谢。庆祝一下刚才 NG 好几次。来，走一个，干杯！大家好，我是发哥。大家好，我是彩姐。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今天是第2期了。第2期，我们是一档分享生活经历、见闻趣事的轻松的聊天节目。行，咱们上期接着聊呗。好的，是吧？上期咱们聊到就是国内现在的这个教育现状，环境是吧？对，这个你说有2个学生抑郁了，到门口就要吐，到学校门口要吐，上课就是特别焦躁躁郁啊，不只是2个，我觉得是吧？这普遍现象。是的。咱们今天咱们聊一聊这个国外的这个教育现状。就是以咱们俩的这个见解，然后看看国外教育现阶段究竟是怎么样一个这个情况。咱们那天说过马来西亚了。是的。对，然后咱们说一说这个澳大利亚吧。好，没问题。是吧？澳大利亚现在彩姐有没有了解？就是他们那学校，就比如说几点上学呀，几点放学啊这种。我看到的视频啊，包括做了很多的资料，好像是9点吧，9点之前肯定是到学校的，是吧？然后好像是下午3点或者3点半，最迟3点半就放学了。3点半。是的，是的。这时间，彩姐觉得科学不？很科学，我看很多接孩子家长都已经下班了。对呀，因为3点半不好意思，不上班了，我要去接孩子放学了。是完美衔接。对，完美衔接，真的是。你这还涉及到一个就是澳洲的这个雇主，可能他们对也因为大家整体的环境都是就比较轻松是吧？所以说大家对这个接孩子这方面，大家都相互理解，整个社会都相互理解。是的。是吧？会给你放假，而且就是有很多我看那个博主，他们说，哎，这个点我肯定是3点，比如说他3点下班，肯定会给你留半小时的时间，足以到达你就是去接孩子那个时间，很人性化，很人性化。对，然后这一点相对于国内这个情况来讲，国内普遍的小学生嘛，小学生我了解他们好像基本上5点钟、6点钟就得起床，是吧？基本上7点多钟就得到学校了。是的。甚至现在有一些这个小学生就7点到学校，都有一些早自习什么的，是吧？对。咱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大概是几点？你记着吗？好像也是7点左右吧，也是7点，就是很困，已经忘了那个时候怎么过来的。就包括现在就教育咱们自己的孩子，我也觉得，哎，我怎么去说服他去读这个书呢？就本来的话，我感觉我也是被逼的，没有乐趣，不觉得学习能带给我什么，就这种感觉，就是首先孩子早上起来，就是一个挺大的这个难点，是吧？对，包括咱们。之前咱们就是跟一个德高望重的这个老前辈聊，是吧？是的，也是咱们属于这个中国国内的一个教育泰斗吧？对，是的，是吧？你包括他这个一聊到这方面的话题，也是觉着，哎呀，这个大孙子天天觉不够睡呀。是的，是。即使他是教育泰斗，他也没有办法改变他自己的孙子的一个教育环境。对，就是老师说上课几点上课就几点上课，老师说留多少作业就留多少作业，他是也觉得很心疼孩子，但是又改变不了，但也做不了什么。对，是的。然后澳洲这边，基本上我也是前一段时间才关注到，澳洲这边他们这个学校基本上都是早上9点
上学，是，然后这个时间它就很充足，给学生睡觉的时间也充足，然后给家长预备一些早饭呐，是不？这些时间就都挺充足的。对，我看好像每个家庭早上都会给孩子准备午餐，是吧？就做一些什么三明治啊这些，孩子就包括有一些会带一点饼干。那个孩子的书包里面好像也不放什么书本啊，要不就好像是一个水杯和一个饭盒。对他们在国外基本上都是 iPad 啊 ，iPad。对，对，基本上这个其他国家好像除了这个中国，基本上都是 iPad 上学吧？是的，对吧？书本都比较少。你像咱们看到这个，包括这个教育理念，我觉得跟国内也有很大区别。就是国外的他们这个上课基本上也都是一人一个 iPad， 然后大家每天有什么就是课件需要学习的，然后包括这个有些什么需要练的，在课上老师他基本上就是在课上基本上辅导就很到位了，包括这个作业，刚才彩姐说到这个放学这个时间，是放学时间基本上3点。那我看基本上可能，像咱们之前说的这个马来西亚，可能他们那边可能2点半，对，2点半2点，人家就已经开始就准备要放学了。对，是吧？可能会分年级有半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差过来哈。对，然后这个。我看这个关于作业啊，就是所有国外孩子留的这个作业，并不像有一些中国家长或者说是有一些华人家长认为的，就是就是国外的学校他也不好好学呀，天天就傻玩的。对，这个我之前我还真就看过一期这个节目啊，看过其他博主说，就是他以他们这个孩子家里边这个情况，他分享是什么呢？就是孩子他并不是说他没有任何作业，学完了回家就完事儿了，只不过是人家在学校当堂老师讲的所有这些知识内容，所有这些知识点，他会当场马上让你做课堂作业。对，你包括数学还有其他这些，就是他们那边的语文呢，他们会有当堂的作业，当堂作业他们学完了以后。然后可能因为每一个班里边学生都不会特别多嘛，20多个，对，是吧？ 20多个，基本上当堂有一些这个学生他有一些题要是不会的话，老师当场他就给这个学生做解答并且纠正他，告诉你这个作业究竟应该怎么写啊，你这个错是错到哪儿，所以说他们基本上别看2点3点就放学了，实际上他们就是该有的作业，人家老师该做的这个付出和辅导，其实一样也都没少。对，反而它不像就是华人社会啊这些，他会把一些这个教育的责任呢传导到家长，是吧？家长基本上孩子上完了学啊，上完学就是从幼儿园一直到初高中毕业吧，咱都别说大学了，对，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家长都18般武艺，样样精通。是的，是吧？所以原来我会觉得我是文科生嘛，我可能会觉得偏向于背诵的，比如说政治啊，然后地理呀、历史这一些。但是现在我觉得，可能如果要是我的孩子在这样教育环境上长大，我可能不仅要会什么物理化学，可能样样都要去学得很精通。然后再一个，我最近看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片段，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题目就是说外面下雨了，然后花怎么了？他的孩子写了是花哭了，老师打了个叉。然后这题我觉得很有想象力啊，很有想象力吧？对啊。但是他的答案是花落了，花落了。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震动我的啊。首先，这个孩子他说花哭了，我觉得孩子是很有共情能力、很有想象能力的对啊。而且这个东西写进去之后，就觉得还很有诗意。对。但是一下子突然间说这个花落了，这就是一个标准答案，就是死记硬背的告诉你说这个东西你就要写花落了，就抹灭了孩子的想象力。就这个一点，我觉得我不是很认同
啊。就这个听了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只有 answer one 没有 answer B， 对，是的。我觉得现在已经条条大路通罗马了，你不能说是一直在教育孩子说 A 是 A B 是 B， 应该是 A 有可能是 B 有可能是 C， 有可能 into B into C，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方式。对，也是这个教育为本，我觉得应该像彩姐说的这种。然后刚才我说的这个18般武艺，你像现在就是华人社会家长，基本上什么剪纸了，是吧？各种手工了，是吧？然后你还要有一些，我看相对来讲，夸张一点的，可能会给这个家里边带来一些这个不便的，比如说这个要求孩子，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就是要求假期的时候要求家长带着孩子，你全中国要走多少个城市，你到每个城市，然后你要让孩子，然后写一篇这个课文，写一篇这个课文，然后说清楚你去这个城市你有什么感想了，是吧？爸爸妈妈都带你去哪儿玩了？那你这个说白了，除了要家长有这个18般武艺，是吧？你还得有时间，你还有财力，还得有支持。对，这个其实对家长可能也是一个负担吧，是的，对吧？毕竟这个现在全世界经济都在下行，是吧？这也挺难的。然后对，咱们刚才说到澳洲的这个教育啊，教育环境，其实挺轻松。然后包括我看到的挺多，就是澳洲的他们孩子，包括放学以后，基本上就跟这个其他欧美发达国家他们基本都一样啊，就是基本上孩子都是放学了以后上学玩，然后放学了在这个家附近的这个他们所谓的一个 playground， 就是操场，他们也都在一起，有时候玩的都特别开心。是足球场啊、篮球场啊、网球场，包括还有打高尔夫的。对，然后记不记得我跟你分享过，说还有去学那个风帆的 surfing， 开帆船的，不知道这么说 surfing 准不准确，说开帆船，对，就是有那个港口嘛，家长会带着那个孩子过去，你可以租也可以买，但是说买然后就来回收那东西会比较麻烦，但你可以去上那个课，我觉得孩子会有比较多的一个课外的一个体验嘛，还有一个体验生活。对，这些可能是这个发达国家这个孩子的日常，但是可能拿到华人社会的话，可能那就是天花板。的确是，是吧？的确是，然后就很多孩子不都在那个体育场上那个踢足球、打篮球什么的嘛？对，我觉得他们这些孩子可能在运动方面特别有天赋啊。有很多都会培养成运动员，可能就是国家队过去看，哎，小孩踢得比较好，或者是打排球打得比较好，就可能会选到国家队了啊。对，彩姐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发达国家的这个孩子，他们可能不光注重这个文化教育，对他们还比较偏重这个体育素质和自身的这个。从小就培养你这种对抗的这个能力和意识，是吧？这一点也是我觉得非常好。包括刚才彩姐说的运动员他们不像就是华人社会，他们基本上都是打小把大伙都放到一个指定的这个地方，是吧？然后进行这个专业项目、专业技能这个培训，是吧？人家那边可能是专门更偏重的是这个孩子。通过各种的这个体育比赛，你像咱们看到的这个足球比赛，人家可能是从小学是真正的就是一直在踢，对。然后包括这个篮球比赛，他们可能，你像咱们小的时候看这个《灌篮高手》动画片，那不就是什么湘北队对那个陵南队啊？他们基本上就是从初中、高中，包括他们的小学，他们也会有充分的这个竞技。像咱们可能正常。在华人社会看的相对来讲可能就是这方面的可能相对来讲会少一些，但是当然华人社会培养的也挺专业的啊，这个咱们不否认，也挺专业的，对的，术业专攻嘛。但是这里边又衍生出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一些这个孩子长大成才了以后，运动员。他通过自己不断的自身这个努力，也通过可能国家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师资力量啊，教练这个培训，然后他有一些已经达到登峰造极这个状态了，然后
这个也在这个所在的这个体育项目领域里边，然后有所成就了。是，但是这就涉及到这个国家与国家后续的这个对运动员这个待遇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对对，因为毕竟吃了这么多苦嘛，对吧？吃了这么多苦，可能别的孩子在从小可能爸妈都一直在手心手背捂着，他可能就要不断的进行强度的一个训练，那这个训练之后可能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高度，或者是拿到了一个就是像里程碑一样的一个奖牌，但是拿到了之后后续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可能是需要更加关注的一件事情。你可能在我30岁的时候，我可能拿到了一个比较特别好的一个奖牌，拿到了之后呢，我应该干什么？我是从业，因为比如说30，我觉得他这个是青春饭啊。你比如说我30岁、40岁，我40岁不可能一直活跃在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像运动员这么一个舞台上。那我在40岁以后，或者是我40、50岁，我跳不动的时候，我打不动的时候，我应该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对啊，这个就很迷茫了。我也不知道，我可能也会为他们来迷茫啊。对，那个刚才彩姐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最近这几天有一个新闻，这个我不知道彩姐看没看？看了。五六方事件，对，五六方嘛，五六方这个，我来先说说我的这个视角。这个首先五六方，他当时我记着他应该是获得世界杯体操世界杯的冠军，是的，是吧？然后他可能退役以后，自己身上可能有一些伤，是吧？有一些伤，然后可能国家这个当时中国可能是给他一定的这个机会，让他选择，他可能就是这个选择可能有让你这个留到体育局啊，或者说去其他一些地方，是吧？可能也给他一些这个当时的机会和选择。那可能人生每一步。这个选择可能这个也不一定都能踩得非常准，是吧？然后因为五柳芳的选择，造就他这个今天可能不是那么特别顺利，是的，所以说五柳芳借助自己这个先天的优势啊，就是说身材、外貌对，然后还有专业的能力啊，对专业能力，所以说他借助这些，然后这个跳这舞，这个我。首先，这个有一些人给他定义是这个擦边儿，但实际上从男同志的角度上来讲，我不觉得这擦边儿。彩姐，你觉得呢？我也看了这个视频，首先我觉得还是挺赏心悦目的啊。首先，作为一个运动员，第一就是看脸、看身材，再看跳舞的这个整个专业度和协调性，我觉得他跳的都还挺好看的啊。对，现在已经开始跟我一起欣赏美女了，是吧？必须的。我要学会站在男人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知己知彼。又长大了，又长大了。我觉得我也在成长啊，但是我作为运动员，我觉得他。跳挺好的，跳挺好，不是所有体操运动员都会跳这样的。对，你现在所以是啊，就是但是有一些网友可能觉着，哎呀，他跳的是吧？跳的确实有点擦边了，穿的衣服可能是有一些带引诱性啊，是吧？但其实我觉得也不然，对，是吧？因为咱们看这个。最开始举报他这个人，举报他的人你知道是谁吗？陈晨吧，管陈晨。对，管陈晨，他这个背景呢，他整个一个从业的背景和他的一个经历，其实跟这个五柳芳他俩是一样的，基本上差不多。对，获得的成就呢，基本上从咱们一个业余啊，一个场外人士对他这个见解，基本上我觉得也都差不多。一个是世界杯的冠军，叫五柳芳，对，然后。管陈晨呢是这个奥运健将，对，奥运会的这个冠军，对，是吧？这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领域，只不过是可能有些人那个机缘不太一样啊，机运呢可能也不太一样，最终得到的这个成就呢可能也不太一样。但你看这个两个人可能这个退役了以后，两个人可能选择都是走向社会。是吧？对啊，没给这个中国添负担，是吧？政府添负担，两个人都选择走向社会，走向社会呢，我觉得这两个人选择吧，也站到自己角度上也都没问题，是吧？然后两个人呢，可能最后也都走到这个拍视频，面向大众，我觉得面向大众展示自己的美没问题呀。是的，
是吧？你本身很正常，对，长得都挺漂亮的，对，身材也都可以，是吧？然后这个可能管晨晨这个可能向这个有关部门举报了一下这个565方，然后最终导致这个565方他所有的对他没封号啊，没封号，只不过是把他这个粉丝。他出现这个情况以后，出现之前他应该是4万多粉丝，然后这4万多粉丝在短短几天爆出来以后嘛，其实还是有很多就是有正确价值观，是的，是非观念很多，咱们普遍的这个网友还是有这个是非观念还是很正确、很正常的，是的，对吧？然后基本上还都是声援那个565方，对，然后他几天嘛。应该是每天涨粉速度基本上是几百万对，这里边当然也有一些是看热闹的啊，然后最终我看最终的这个可能是把他其他除了这个事件以外的以后的这个所有的粉丝可能是相关平台可能是觉得这个粉丝不是正常流量带来的粉丝，是吧？这个可能把他之前那部分粉丝给保留了，剩其他那些粉丝就咔嚓了。没事，如果真喜欢他，可以再关注。对，真喜欢这个，我觉得他也可以支持。对。然后这个从这点上来讲，565方其实包括我这2天看的一些相关的帖子，然后其实我认为565方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 Plan B， 是吧？它有很多其他选择。是的，你像这个如果要是在华人社会就是当网红这种，如果要是招人嫉妒了，招人恨了这种，是吧？那我认为他大可以再选择去其他国家。是的，是吧？包括我看其实有很多这个博主也说啊，其实像他这种有一些有能力人都愿意担保他去一些国家，你像美国，是的，你像澳大利亚，对，你像加拿大，其实他们就是对这种的话都是退役的这种运动员，其实他们有很多，他们都是以一种这个敞开怀抱，来吧，只要你来我就拥抱你。是的，就我觉得国内的这个环境吧，就是首先是管晨晨去举报这个565方，我觉得第一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啊，我只是发表我个人观点，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何必相互为难呢？因为既然大家都已经选择拍视频去面向观众，就说明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尤其经济下行，对不对？既然就是选择了面向大众去拍视频，我觉得大家肯定还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包括可能后续啊，如果要是流量起来了，后续可能会开直播呀，或者是分享自己的经历，或者带个货，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而且现在我觉得整个中国大众的这个关注度啊，对整个视频啊，包括这个网红，包括整个面向整个视频的一个情况都还是比较开放的啊，但是就是这个情况发生，我觉得还是我不太认同管晨晨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吧？然后那基本上这个事件基本上也算告一段落了。是的，对，然后会有国家为他敞开大门的。对，咱们如果要是说这个565方要是有机会看到咱们的视频的话，是的，这个咱们也可以在咱们这个角度还有这个能力范围内给他做一些推荐。其实你像在一些这个自己的领域有一些特别这个强的这个能力，或者说你曾经获得过一些殊荣的话，你大可以去美国，像美国有这个NIW，是吧？NIW 对，然后澳洲的话，他对这个体育人才，或者说你对一些这个你个人可能哪怕你有一个手艺，这个就是非遗的那种手艺，你知道吗？模仿特别像的那个，对，他好像就是一直在国内开抖音、开其他这些，但你看他现在好像去年，他就是已经通过特殊人才，然后去到美国了。对，那你这种，那你去到美国，那你挣的那就是 US dollar， 是 US， 乘以7.多吧，7.3，对，乘以7.3，并且现在逐渐这个汇率还在稳步的增加。是的，对，就因为这个因为川普川大爷马上就要上来了。
是的。对，然后咱们说到这个川普川大爷马上上来，你知道这个对，就是这2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川普川大爷上来以后，你知道美国可能马上发生一个特别奇葩的事儿，你知道吗？听说好像要有2个州啊，2个加州2个加州是吧？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不太知道，能解释解释不，发哥？就是美国破天荒，就是川普还没到上任呢，因为他上任的时间是1月20号嘛，就是他马上准备上任之前，川普头一阵发了一个这个推特，然后川普对，在自己的这个真相媒体、真相社交上面也发了，他说这个欢迎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Oh my god！ 这个川大爷宝刀未老，就是还没重新雄心壮志，对，还没重新上任呢，就已经面向所有的这个加拿大就已经公开喊话。结果你知道吗，彩姐？反而是加拿大还真就是有一部分，至少是一大部分人是支持这个的，就说，哎呀，现在我们加拿大经济可能也下行，不行，我们考虑吧，没准就是我们变成美国的第2个加拿大州，是吧？加拿大州没准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是吧？然后今天我看这个新闻，就是加拿大的外长，然后也是紧急的这个求见美国准备继位的这个新任总统川普，然后就跟川普川大爷讲啊，哎呀，川大爷是不是这个你就不先别研究我们第51州，就是美国第2加州这事儿了，就是你看你们比较关注的这个边境的非法移民呢，你看我们现在控制也挺好，是吧？我们其他这些第2州事儿咱先放一放，是吧？对，然后税能不能就也别加了？美国还是要给那个加拿大要给他加税，包括加拿大，然后包括墨西哥，这都是这个川大爷还没等上位之前就已经说了，对，面对他们就要给每个国家这个加征25%的这个关税。天哪，25%！对，其实这个如果要是真是加的话，其实这对他们其实这些国家影响其实也都是非常大的。对呀，对，但我觉得川大爷比较有智慧，是吧？就是他先放出个小消息，是吧？然后你要不要过来跟我聊一聊？看看表现啊，看你表现，对，看表现，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咱们把这个话说回来啊，把澳洲作为主选，是的，把美国作为备选，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澳洲作为主选是为了生活，是吧？生活包括咱们成年人的这个生活环境啊，松弛感，是吧？然后这里边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教育，对，这个澳洲作为主选是为了生活，对。然后美国作为备选是什么呢？就是它真的是很强，很强大。虽然这个社会呢，就是美国的社会，其实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讲的话，它既有诱惑力。然后同时呢，它也有很多就是不足的地方。的确，你像美国的朋友，虽然说咱们也都有这个美国签证啊，毕竟咱们还没有登陆，但是听朋友说，就有很多就是美国，你别光看它发达呀，是不是？你去有很多这个市中心呐，你会看到很多 homeless，是的，是吧？你可能在中国的大马路或者在华人的社会里边，你基本上都看不到 homeless， 但是你可能你去到纽约，你去到洛杉矶，的确就是满大马路哪儿都有。是的对。他们会不会拿一个二维码告诉你扫码？扫码支持一下啊！对，这个彩姐说的这个是有个小典故，这个这咱们放到以后吧，放到以后，然后咱们再说这个小典故。就是说，当 homeless 放下一切的时候，homeless 其实也是这个，对，是的，是吧？然后咱们这期也就先这样，好的，是吧？然后咱们下期再聊，来干杯，先走一个。
然后现在这是咱们第2期节目，然后也感谢这个咱们现在仅有的3个订阅观众啊，3个订阅观众，然后非常感谢，抱拳了啊，抱拳了，我的采狗都已经激动了，抱拳了。然后咱们期待有更多的人订阅观看嘛，是的，点赞。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呢，对，欢迎大家及时的订阅我们，点赞，啊，然后爱你们哟，感谢，拜拜，拜拜，下期见。